各位棋友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AlphaGo Master 版本在网上与人类顶尖职业高手的对决。这盘棋是60局当中的第58局，由我国70后棋手的代表人物，中国围棋七小龙之首的长号九段登擂挑战。本局由长号九段执黑先行，黑棋采取了星小目开局，白棋应以2连星，之后黑棋挂，白棋并没有应对，而是脱先，直接在左上反挂黑角。这个时候黑棋选择了在左下双飞燕对白棋星位发动进攻的下法，但是从胜率上来看，此时黑棋在左上一带尖是 AI 给出的一选。这手走完之后，一来威胁上方一带的飞压、夹击等等的手段，同时对于左下小飞挂角的这颗黑子也是一种支援。而且从左下的战斗来看，虽然黑棋双飞燕之后2打1，但是白棋并不惧怕。我们继续欣赏实战当中，黑棋选择双飞燕，白棋压出，黑棋搬，白棋长。下一手棋黑棋拖在小目，也是常用的招法，白棋搬，黑棋粘住。在 AI 出现之前，我们人类的定式，白棋此时是虎在2线最为常见，黑棋如果冲，白棋看清上方2颗子，在此退出即可。而实战当中 AlphaGo 却选择了3线粘的下法，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是局部最佳的应对。下一手棋黑棋尖出，这也是当时对于定式的认知。长号九段认为，既然白棋没有尖在2线，那么脚部的白棋眼位要更为空虚一些，同时这手尖也瞄准了此处对于白棋的冲段作战。但是白棋却没有理会黑棋的威胁。下一手棋白棋率先在左上飞压，给黑棋施加压力，黑棋爬，白棋长，黑棋再跳，白棋继续压了过来。这一带白棋不仅将外围走后，同时要让黑棋左边一带的棋形变得重复，所以下一手白棋再压。而此时黑棋如何应对，面临着抉择。实战当中黑棋选择了在此搬起的下法，但是现在的 AI 却认为此时左边一带黑棋已不宜再行棋，建议是黑棋在此压出，白棋长或者跳，黑棋继续压，白棋再长，黑棋从下方拆，这样这一带始终还有冲断的一个威胁，将战火引到下方，顺势再在下方一带对右下的白角发动进攻。但是实战当中黑棋却选择了在此搬头的下法，不过当白棋再搬的时候，长号九段陷入了为难。此时从心情上，黑棋是很想再次连搬，继续扩张左边，同时压制白棋上方一带的扩张。然而这手棋却并不成立，因为此时白棋有在左边强行冲的反击手段，这一带黑棋的棋形出现了破绽。此时黑棋只好挡住，白棋再从上方断，试探应手。黑棋自然不能打吃，否则白棋打完之后双吃，黑棋崩溃。而现在黑棋如果粘在边上，白棋在上方靠势先手，便宜之后，接下来再回到下方段，继续试探黑棋。黑棋如果从3线打，那么白棋立下，虽然黑棋挡可以吃住白棋，不过接下来白棋断打完之后，再次翻打出来，黑棋崩溃。因为黑棋不能忍受被白棋提花，如果补断，白棋提，左边的黑棋凝重至极，而黑棋中央一带提花之后异常的厚实，这个图黑棋被封锁，无法忍受。那么如果黑棋长出，白棋的断打同样让黑棋无法抵挡，逃是逃不出来的。如果委屈的从一路滚过，外围白棋先手提花便宜之后，之前黑棋这颗尖的子的威力将彻底降低，下方一带的2颗黑子还将遭到白棋的反击，同时上方的黑棋也不是安定的棋形，这样黑棋不满，所以这个图黑棋无法接受。那么如果白棋断的时候，黑棋被逼只能从2线打吃的话，白棋长出，黑棋再爬，白棋这一带还有断完之后退回等等的手段，这样白棋依旧将黑棋完整封锁，外围白棋变厚，黑棋局部也是大亏。所以这一带由于这些变化的存在，黑棋的连扳并不成立。实战当中长号九段选择了再次长的下法，但是 AI 在这个地方
却有不同的推荐。他认为，第一，黑棋完全可以看清左边，脱先，在这一带压出或者直接点角等等的选择。如果这局部一定要行棋的话，他的推荐是在3路虎一手。这手棋粗看之下似乎比长在4线更为的委屈，然而如果我们看到后面的变化，就会叹服 AI 的先见之明。这手虎是局部棋形的急锁，因为接下来当黑棋再次长出的时候，白棋马上下出了妙手。下一手白棋冲完之后，直接在下方段继续考验黑棋。黑棋如果从3线打吃，那么白棋还是立下，黑棋再挡，这一带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。下一手白棋在上方一段，黑棋如果退让的话，那么白棋在这一带先手便宜，这个局部还有打断等等的先手借用，这个图白棋充分可占。而如果白棋断的时候黑棋用强在上方吃的话，那么这一带白棋断吃先手，这个打是先手之后，白棋有再次顶的强手。这个走完之后，黑棋同样两边难以兼顾，如果补出断点，那么白棋打吃先手之后可以一路打下来。这样的结果，下一手白棋再次虎住，以后打吃还是先手，这个局部白棋得到通天的外势，将黑棋完整封锁，而黑棋只是吃了一些杆子，这样将是黑棋大败的一个局面。所以这个图不行。那么如果说黑棋此时不补断，而是在上方一带补棋的话，这一带依旧有打完之后的各种借用，所以这个变化黑棋无法接受。因此实战当中，当白棋断在下方的时候，黑棋选择了从2路打的下法，而白棋接下来抓住时机在上方又断了一手。此时黑棋依旧不能吃住这颗子反击，否则白棋打先手打吃先手，接下来可以长出。黑棋再从此强行压住想要吃住白棋的时候，白棋接下来拐先手，黑棋粘住，这一挖局部黑棋上下2颗子已然难以兼顾。如果打吃粘住，这2个断必得其一，而打这个长出，断吃和上方的断吃也是见合的。所以这一带黑棋忍让了半天，却依旧破绽重重，最终无奈在白棋断的时候，黑棋只好再度回防。白棋在脚步先手便宜，下一手棋再长出，黑棋接下来压住，白棋的便宜还没有占够，接下来挡先手，然后从中央又加了一手，黑棋冲反击给白棋留下断点，白棋打吃，黑棋粘住。更让黑棋郁闷的是，下一手棋白棋的2路扳竟然还是先手。在这一带黑棋虽然强行将左边全部围住，但是白棋在4周占尽了便宜。现在黑棋还要防止白棋在这一带跳长气的手段，所以下一手棋黑棋夹在2路收气，以后这一带还需要收气吃。那么我们现在来判断一下，黑棋在左边一带大致围了20目多一点。如果现在白棋在脚步挡住，那么我们看上方白角加上下方白角的目数与黑棋竟然是大致相当，而白棋在这一带还有一定的潜力。虽然黑棋下方有2颗子，但是这2颗子还有被进攻的风险，而右边一带2个星位是互相抵消掉的，这样算上天目的话，白棋也是优势的局面。而且白棋下一手棋当然不会在脚步2路挡住，接下来 Master 下一手选择了在下方夹，对黑棋的2颗子发动进攻。此时黑棋的胜率 25% 左右，盘面领先3到4目棋。下一手黑棋选择了断，在当时人类棋手的研究当中认为这是必然的一手，这一带黑棋必须要想办法出头突破白棋的封锁。然而以今天 AI 的视角看来，此时黑棋应该逃出下方的2颗子，白棋粘住之后，黑棋再从2路尖，一边逃跑加固自身，同时也隐隐的威胁白棋左下一带的眼位以及这一带冲断反击的可能。而实战当中，黑棋断这一手棋胜率再次暴跌了10多个点，此时黑棋的胜率仅有 12%， 盘面黑棋仅领先1目棋左右。我们继续来欣赏下一手棋，白棋从下方打吃，黑棋长出，
接下来白棋就直接穿了过来。当黑棋再断，以为这2颗白子是奇金的时候， Master 却下出了惊人的一手。他竟然没有理会黑棋的叫吃，而是直接在边上长出了这颗子。黑棋的提吃是必然一手，否则白棋再粘回，黑棋下方全军覆没。但是这样白棋挤住之后，下方的2颗黑子阵亡。虽然看起来黑棋提吃了奇金，将中央一带2颗子连回，同时出头，但是白棋的目数却收获极大。下一手棋黑棋点在下方，从这手棋也可以判断出长号九段认为此时的形势已经非常的危急。白棋跳下，黑棋再挂，接下来白棋尖完之后再脚步小飞手脚，黑棋下一手棋冲完了挡，再次先手定型，然后非常积极的在上方抢占大场，限制白棋外势的发挥。各位棋友面对此时局面，如果你知白，下一手棋会下在哪儿呢？相信已经接受了 AI 思维的我们，此时会下出跟 AlphaGo 一样的招法，就是点在右上角的33。由于左上的白棋后势，这一带黑棋即使变后，对于白棋而言也没有威胁，而且黑棋也难有大的作为，所以这手点33将左上的外势转化为了右上角的实地。黑棋挡住，白棋长出，黑棋搬，白棋搬。此时如果黑棋退，那么白棋只需要再次爬即可，甚至于这一带白棋即使按照以前的定式去搬粘也无不可，毕竟黑棋已经有了一颗拆边的子，这一带白棋也不会再去打入，以后还有尖冲等等的骚扰手段，或者白棋就简单的再爬一手，在这一带打入，这个棋要吃住这颗白子也是非常困难。所以长号九段在这一带也判断，如果这样取势的话，被左上白棋牵制，黑棋难以逆转。所以实战当中，黑棋选择了连扳，将角再度夺回的下法，但白棋也在外围贴起之后变后，右边一带白棋潜力增加， Master 依然牢牢地掌控着局势。此时黑棋的胜率仅有 2.4%， 盘面白棋领先1到2目的样子。下一手棋黑棋意识到形势已经非常危急，选择了强硬的再次飞的下法。白棋接下来在脚步搬粘定型，一来护住实地，同时也威胁黑棋野位，但黑棋此时已经顾不上这一些，下一手棋再度飞压，要求压缩白棋右边阵势。但这手棋明显欺狗太甚，也遭来了 Master 的强烈反击。此时黑棋的本手是跳在此处，长号九段自然不会不知，但是这样被白棋尖完之后跳，简单围控，黑棋无疑是安乐死，所以这手棋也在情理之中。黑棋飞压，白棋下一手棋马上再次跨出作战，因为争子对白棋有利。现在黑棋如果正面迎战，那么下方黑棋不活，右边2颗子也不活，又吃不住棋筋，这个图黑棋将陷入绝境。所以实战当中，黑棋开始使用腾挪手段，下一手黑棋在脚步靠，但是从事后进程来看，这手棋的效果并不好。此时 AI 的推荐以及局后国家队的研究认为黑棋应该在此顶，白棋自然不会让黑棋联络，白棋再冲的时候，黑棋一个方案是可以在下方搬，白棋如果粘住，黑棋粘，白棋捕获角地，黑棋尖先手之后再次搬出，白棋拐吃，黑棋再从这一带打入，释放胜负手与白棋决一死战。虽然这个图的胜率也仅有 2% 左右，但是比之实战还是要更好一些。当然现在的 AI 给出了另外一种思路，此时黑棋也可以直接在此断，白棋大致退回，下一手棋虽然暂时争子白棋有利，不过黑棋有在这一带靠的引争手段，白棋下一手长出，黑棋粘住，黑棋将上方的白棋裂开，但是白棋接下来飞的时候，下方的黑棋将陷入困境。这个图黑棋的胜率有 3% 左右，白棋以后根据中央攻击的情况定型之后，再来决定左上是棋是取。而实战当中，黑棋选择了直接在脚步跨的手段，白棋马上抢到了顶的要点，黑棋再冲，白棋断打。此时黑棋已经无法长出，否则白棋只需要简单的吃住2颗子，这样的结果脚步被白棋悉数控制，而黑棋再去断，白棋逃出这颗子，
跟之前直接跨断大同小异，黑棋在右边一无所获，所以这个图不行。实战黑棋只好断打，白棋提花愉快。下一手棋黑棋打吃是不成立的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再冲，白棋搬。由于左边一带黑棋有断点，提花的威力开始发挥，右边黑棋气也极紧，这个图黑棋两边难以兼顾，所以实战当中黑棋选择打完之后再打，让白棋再提2颗子，然后立下吃住3颗白子的下法。如果能够将3颗白子干净的吃住，这个图黑棋还是可战的。但是现在黑棋在这个局部不仅落了后手，而且边上断的弱点依然存在，黑棋上下的提花极为厚实，右边一带几乎已然成空。下一手棋白棋直接断，继续利用3颗死子，黑棋打吃，白棋长，黑棋再爬，白棋拐出之后跳夹，又是非常严厉的手段，看似夹不住黑棋，但此手恰恰是在引诱黑棋逃出。白棋顺势一退，黑棋由于气紧又不甘心被封锁，接下来再次压，白棋粘住。黑棋此时回来收气也是无奈的选择，如果黑棋强行粘连回左边3颗子的话，那么白棋只需要在中央压收气即可，这样黑棋还是要回来收气。但是这个结果白棋粘成为先手，以后打也是先手，这一代白棋先手将自己变成了铜墙铁壁，之后搬还是先手，然后再飞，右边一带白棋急剧膨胀起来，这个图好坏不言自明。所以实战当中黑棋选择了直接收气，尽量避免白棋外围的先手，但白棋下方的挖断成为了愉快的一手棋。黑棋再打，白棋粘住，黑棋还是只好回来收气，以后这3颗子已经被白棋擒获，现在白棋得到先手，接下来在上方搬，黑棋只好再补棋，防止白棋2颗子逃出，然后白棋也没有继续扩张，下一手 master 在中腹围了一手收兵了，黑棋吊在此处骚扰。此时白棋如果要作战，虎在上方，黑棋也是苦战，刺就粘住，再兼挡住，这样我们看到整体的黑棋极重，而且逃跑过程当中一来要直面左边及下方一带白棋的后卫，同时一旦这一带白棋变后，上方的打入也变成了严厉的一手。但是 Master 再度展现了与其他 AI 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，面对黑棋的调入，白棋竟然委屈的尖在此处开始收控，黑棋马上断了上去，而白棋的下法同样简明，直接打了之后冲出来，看似帮助黑棋上方成控，但是白棋右边和中央一带也彻底的围住了。下一手黑棋再长，白棋从左边拆2，既是关系到双方目数的大场，同时也有补强自身威胁黑棋上方之意，关系到双方的厚薄。此时白棋盘面的领先已经超过了10目棋，黑棋也无心再去应对白棋的这一手。下一手黑棋先在中央拐头，防止白棋继续扩张，白棋接下来马上在4线靠了一手，同样机敏，黑棋扳住，白棋再退，试探黑棋在这一带如何处理这个断点。黑棋选择了先手便宜之后在2路间，白棋挡住。此时如果黑棋在这一带补断，那么虽然这一带的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，但是白棋在脚部挡住或者在中央扩张起来都是非常充分的局面，而黑棋这一带却略显重复。所以实战当中黑棋选择在脚部2路拐进去继续掠夺目数，白棋则马上断反制黑棋，黑棋打吃，白棋长出，黑棋再爬，白棋再长。此时黑棋已经不敢再爬了，否则白棋的打吃严厉至极。如果黑棋补，白棋弯还是先手，这一带白棋先手将黑棋压制到了2线，中央一带黑棋几颗子的效率已经不明显。接下来白棋再围，同样白棋大优。那么如果说此时黑棋长出的话，白棋只需要简单的打完之后粘，将黑棋断下，这7颗黑子基本上已经是白棋的囊中之物，这个图也与认输无异。所以实战当中，在白棋长的时候，黑棋选择贴，长号9段要求将白棋全部吃住，但白棋挡下之后，
边上的4颗黑子不活，黑棋只好收气吃白棋，白棋拐先手，黑棋切断白棋联络，下一手棋白棋在外围靠单，又是愉快的一手，黑棋也不肯再被白棋便宜，下一手再次扳，白棋就后势夹住，黑棋还是只好回防，接下来白棋淡定的一退，这一带白棋上方一带以后收气都是先手，同时这个地方白棋的目数也在急剧增加，现在白棋的胜率已接近100%，盘面领先10目。下一手黑棋继续在角上抢空，白棋后势打吃，黑棋提，白棋立下， Master 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官阶段，不再与黑棋纠缠，黑棋在下方吊做最后的骚扰，但是全盘白棋实在是太厚，下一手棋白棋稳健的尖在上方，黑棋扳，白棋切断反击，黑棋再打，白棋长出，接下来黑棋粘住，白棋虎防止这颗子逃出，虽然这一带黑棋略有所得，但是中央一带白棋的后卫始终是对黑棋巨大的威胁，接下来黑棋补出断点的时候，白棋就悠然的在中央大飞一手，将上方一带的空全部护住，长号9段此时已经没有了战意，接下来的几手棋不过是在调整心情罢了，黑棋简单的交换几手之后，眼见无法对白棋构成威胁，在177手黑棋打吃，白棋粘住之后长号9段投子，此时形势白棋盘面领先7目左右，已经可以倒贴目。这盘棋我们当然无法指责长号9段下的不好，因为任何一位顶尖的职业高手上阵结果都差不多， Master 大道至简，并没有下出什么匪夷所思的稀奇招法，只是在关键时刻展现了自己的大局观和判断，就轻松的拿捏了人类的棋手。本局当中在左边一带关于飞压定式之后的种种便宜和先手借用，很值得各位棋友去学习欣赏，希望能对各位棋友有所帮助。感谢大家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